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離線玩家 Online 頻道。今天視頻的主角是紅米 Note 15 Pro 加以及 OPPO A6 GT。这两个手机都是7000毫安时的電池啊，不過呢，我的處理器是7S 正4。我的第3代驍龍七稍微有一點點差吧。我這上來就壓力頭了，萬一你調的不好呢？哎，就是2台7000的電池，為什麼這次就不安排2天了？感覺一天好漫長啊！你在問我嗎？然後我這個 Note 15 Pro 加呢，這後面攝像頭還是非常豐富多彩的啊。大家一樣都是4個孔，你在說什麼呢？但你這個好像是個單攝手機吧？垃圾啊！賣一樣的價是吧？不說了，不說了。你怎麼敢的？不說了。你怎麼敢的？後面就是小米。不說了。然後我們去年測那個 Note 14 Pro 加的時候，我記得是體驗很差的，非常卡啊，超卡。然後今天我其實也不是抱有很大的期望，因為我之前下過軟件，就用的時候已經有點卡的跡象了。我先上來，先把這個大家的閾值降低一點啊。你有什麼想發表的嗎？那還用降低啊？我這賊卡，反正已經又卡又燙。是不是沒用過，老熟人了？反正不怎麼樣吧。而且這個還很厚，這個手機。為什麼？握着就不好。你這個邊上怎麼感覺這麼亮啊？塑料邊框。說什麼呢？大家都是。哦，你也是啊？那你在笑什麼呢？哎，反正我覺得我的質感還是不錯的，好吧。然後相關的設置及流程呢，我們打在公屏的某個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關注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會老二上拿，先開始打王者榮耀。不過呢，來吧，介紹一下。哎，給大家打個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雖然大家可能已經見過他了，但實際上這一期視頻呢，應該是會在 iPhone 17那一期後面發的啊。所以呢，他是今天第一次參加到我們的整個的戶外體驗的流程裡面，你頂得住嗎？還可以，體感很熱，感覺應該快37了吧？啊，近2個星期裡面最熱的一天，剛剛看了一下。近2個星期嗎？那上個禮拜呢？上個禮拜不算，我看了一下，後面全是30度左右啊，怎麼今天突然蹦個37出來 ？OK， 那他今天呢就不參與我們的這個測試項目啊，但是可能會在旁邊講一些騷話或者吐槽一下，是吧 ？OK， 啊，不要緊張，好吧？啊，不要緊張，緊張了扣工資啊。本來也沒有啊，什麼扣工資？那是交錢，不是扣工資，就是多交200塊錢。這台手機王者榮耀最高只能開120幀加次高的畫質啊。我肉眼看應該是右邊的紅米要亮一點哎。那包的好吧，趕緊拉高。哎，他們2個你更喜歡誰啊？我喜歡右邊那個。你現在？你已經上套了，已經上套了。怎麼？哎，當眾表白，怎麼辦？我家裡有點事，我先走了。你是要拆散他們嗎？不是，我就是他們。啊，朋友們，我剛剛不小心搞錯了，我這個紅米它王者最高是90幀加次高的畫質啊。極高嗎？不是啊。超高啊！我一進去就已經是90幀。廢物啊！我操！你這 7S 近4呢？完了。那我手動降到90吧。拉力多大的？唉，我覺得 OPPO 遷就它也調到90幀了。OK， 你們負載現在一樣了吧？現在一樣了。右邊那個上來先低人3等。你不是喜歡他嗎？喜歡人。是不是做什麼事讓他誤會了？那這2個你更喜歡誰呢？都不喜歡。都不喜歡。這把遊戲打了不到4分鐘 ，OPPO 怎麼60幀了？那垃圾 OPPO 唄。你不是120嗎？你不是可以開120嗎？不知道啊。能開高沒有用好吧？你處理器低我1等，你這個屬於螳臂擋車啊！我這個就是90幀加次高，就是它應該開的畫質，知道吧？現在非常的穩，非常的穩啊！不，你剛剛最高能開到90，沒見畫這麼密啊！你喜歡理直氣壯他嗎？我喜歡天才。你是不是不要故意搞節目效果好吧？不要故意搞，這太做作了。是把遊戲打了8分鐘 ，OPPO 又回到90了，怎麼又60了？情緒不太穩定唄，活了呀，也是60啊。我沒什麼狀況啊，我很穩定啊，一直90啊。雖然這個紅米可以開的最高負載比較低啊，但是還是能穩住的。然後現在是32度啊，我感覺也沒有很燙。怎麼說啊，60幀？你沒有很燙啊，我也沒有很燙啊。你燙不燙？我非常的燒。第一把王者榮耀我們打了快14分鐘，兩台手機呢，反正紅米是沒什麼問題啊。這個 OPPO 狀況有點多，然後他們倆的最高畫質是有區別的啊。紅米是可以開到90加最高的，剛剛冤枉他了。這台 OPPO 可以開到120幀，但是它不支持最高畫質，所以這一把我們2台手機遊戲設置就不大一樣了。它是120幀加次高，我是90幀加最高，好吧，看看能不能穩住。我這台 OPPO A6 GT 它沒有適配那個 HDR 的畫面質量，所以我只能開到120幀加次最高的畫質。你 HDR 就開不了唄，就壓根沒有適配，不支持。你能開吧？能開啊，我這發布比較快嘛。比較早， 2分鐘就從120幀掉到了90幀啊！
那你这个開的跟沒開有什麼區別呢？那你現在其實畫質是比我低了呀，不在。我插的遊戲模式吧。目前紅米的90幀還是能穩住的啊，大家對它表現怎麼樣？完了，它的遊戲模式也不好使。啊，這什麼意思呢？我們等下坐到 OPPO 店門口去好不好？坐到 OPPO 店門口去。會不會厲害一點？我只能再把殼摘了，我沒有別的辦法了。我這目前狀況良好，我就先按兵不動吧。這把遊戲打了14分鐘 ，OPPO 在2分鐘的時候就從120幀掉到了90幀，後面開啟了性能模式，並且把手機殼也摘了，也沒什麼用啊。紅米就一直90幀加最高畫質啊，沒有任何問題啊，很穩。現在 OPPO 還有95的電啊，紅米還有96。哎呦，不是，那你這個 GT 在哪裡？我負載比你高呀，就是發熱挺GT的，亮度差不多。甭想，為什麼塑料的也這麼燙呢？挺熱的。我這個攝像頭這裡挺燙的嘞。啊，紅米也挺燙的，差不多兩個機器啊。但是它沒帶殼，而且負載低啊。哦，對啊。說明它散熱更長。紅米用戶應該可以不用狂暴了。現在我們兩台手機已經在微信裡面同時拍完了1分鐘的視頻了，我就準備發送了。來吧，現在看是右邊的紅米，它的亮度好像要稍微高一點點啊。來，3、2、1，點。啊，兩台手機都要導出，有史以來最慢的。那你喜不喜歡？我喜歡導得快的。紅米導得快一點。所以你更喜歡是吧？整合我意。哎，好哇，發的也非常快啊。紅米秒了呀 ，OPPO GT 在哪兒啊？到底卡住了。看到發的快哦，它發的也很快啊。我們剛剛看了兩台手機的環境設置適應啊。這個紅米是沒有環境設置適應的，但是 OPPO 是有的。為了公平的話，我們把 OPPO 的也關掉了。然後兩台手機的自動亮度我們剛剛已經重新開完過了。現在兩台手機的亮度差不太多吧。我們現在準備來下載一個1G 的視頻素材啊，來吧。我點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速度。哇，紅米50兆嘛 ，OPPO 只有這搶完了呀？不是人吶。你現在是喜歡快的，喜歡慢的？我喜歡快的。你一直都喜歡快的是吧？一直喜歡快的。對，紅米完勝，完勝，哇，爆殺，40-50兆下完了 ，OPPO 下了一半。就 OPPO 這個自帶瀏覽器感覺就是不快呀，這個速度。對，現在紅米下完了，它也沒有變化呀。是啊。那自帶瀏覽器一直都這樣，怎麼還不改呢？1年多了。現在我們在用電信卡打電話，聯通卡刷抖音啊。我們現在慢刷啊。我總感覺這個左邊的哇 ，OPPO 賊卡呀。為什麼這麼卡呀？就是它的畫面很卡，不是網速啊，就是它這邊很卡呀。為什麼會這麼卡呀？這個感覺滑上去的這個動畫頓一下，很鈍吶。我們再快一點啊。哦，紅米感覺也開始卡，哇，兩個手機都好卡呀。這還不如那種X70和ONE500呢，好像。我也覺得，我覺得至少不如X70吧。哇，再快一點！哦，我的媽媽。來加載的話。我天吶，就是。這個畫面非常的卡，這個過渡動畫是非常卡的，都不太行啊，都不太行啊。這兩台手機12G 的呀。我覺得 OPPO 都已經溫度過招，無法使用 HDR 視頻照亮模式了。請問一下，我們幹的啥呢？我那天在家裡用 WiFi 下載應用的時候就是這樣的。現在我們用聯通卡打電話，電信卡刷抖音啊。我們現在慢刷啊。OPPO 還是很卡。但是紅米感覺好一點了，好卡呀，朋友們。我們剛剛都把後台清了一下呀。我們再快一點啊！我跟大家說吧，這個 OPPO 真的卡到我真的無法接受的那種程度啊。它不是流暢用5年嗎？流暢用6年，這第1年就不行了，第1個月都不行，第1天都不行。我只能說紅米會稍微好一點點吧，好的不是特別多啊。就紅米還是一個主流水平，但是這個 OPPO。相當卡啊！我們剛剛又看了一下兩台手機的刷新率，我們都是開着自定義，並且都開到了120，實際上就是這個處理器或者適配的問題了。這個太恐怖了，這個。我們現在已經使用了54分鐘的手機了，紅米現在還有93。OPPO 也是93，OPPO 是51分鐘，它沒有記錄桌面的時間，今天就以紅米這個為準了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使用高德地圖步行導航啊，過程中呢，我們會關注他們的這個步行軌跡規劃跟他們的位置信息。為什麼他要站你們兩個中間啊？什麼意思啊？3個人的電影嘛。左右為難了，走吧。開始導航。你怎麼說啊？不想說了。你要祝福一下嗎？我已經受不了了。我們走着走着發現這個紅米的路線跟這個 OPPO 的不一樣啊。你這個重新規劃到馬路對面了呀？怎麼辦呢？但實時定位差不多是準的。啊，實時定位是還 OK 的了。但是現在這個屏幕亮度的話，是紅米感覺要高一點點啊，右邊的。招就招唄。你這個 GT 是什麼東西呢？你有沒有什麼高能戶外模式？沒拉最滿，我現在拉最滿了，再看一下。你現在是最高了，好，你已經是最高了。在這個情況下，好像是 OPPO 要高一點點啊。現在我們把高德地圖抓在後台，刷一下美團，看看有沒有卡頓的情況。你說有沒有？你有沒有？很顯而易見啊，它也有啊，有啊，都很卡呀。
我覺得還是紅米要稍微流暢一點點啊。這個 OPPO 這邊已經是60幀了呀，就紅米這邊好像還沒有到60幀，應該是90的樣子。但現在亮度是 OPPO 亮一點啊。對啊，紅米已經拉最高了。我就是保亮度锁帧率啊。你这个，你看这个白的太多了，它這個雖然也有吧，但是整體是比你好一點的。這個 OPPO 好像鎖30幀了吧？這個桌面我從未見過如此之卡的好嗎？看紅米的，我剛剛看了應該是120。啊，紅米是120，但是你屏幕比較暗。對，嗯，哇，你這個已經完全連60幀都沒有了。改的 PPT 啊，但是真的很亮哎，能看吧？能看吧？電影也能看嘛，24幀也能看嘛。肯定能看啊。我們已經走了10來分鐘了，這個過程呢，雖然兩台手機它的路線可能有部分差別，但兩台手機的定位都還挺準的。現在呢，導航上我們直行，我們一不小心走錯了，選擇左轉，看兩台手機會怎麼給我們規劃。走吧，我們往前走了一小節，兩台手機的定位都已經變了啊，但是剛剛好像都跳回去了一下。走起來 OPPO 又正確了，紅米也是啊。這條路走了20-30米 ，OPPO 重新規劃路線，讓我掉頭了。紅米沒有規劃，並且定位還跳回去了，那我繼續往前走了。它動起來就對唄。對，非常熟悉的感覺啊。啊，好啦。我感覺這個紅米的定位有點飄啊，我走着走着它給我飄到左邊去了啊，就是這個上面啊，這個是稍微有點偏移的，OPPO 這邊沒問題啊。又往前走了一小節，紅米現在規劃了一條新的路線，讓我直走。我沒有啊，我重新規劃一次就讓我掉頭啊。那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拜拜。你們在一起啊，為什麼要離得這麼遠呢？你為什麼沒有反應啊？不一般都說新人勝舊人嗎？對啦，對啦，對啦，對啦。導航讓我們右轉啊，但我們還是選擇一路向西了。我們往前走了10多米，兩台手機幾乎同時規劃路線了，但 OPPO 是規劃往前走的，它定位有點錯誤，我定在了校園裡面，其實我們是在馬路上的。我們是在外面這條路上的啊。紅米是讓我回頭走啊，然後現在在陰涼處，紅米的亮度倒是比 OPPO 要高一點，但是我在大太陽下其實幾乎完全看不清的。我看一下你的，你還沒拉滿呢。啊，你都快拉滿了呀，都拉滿看看。哦，都拉滿之後，你看還是 OPPO 的會亮一點，但是它會自己控制在一個不是很亮的情況下。就是在陰影下它就不會那麼亮，在亮光下就會還好。我覺得它的策略是好一點的。這紅米太陽下就是幾乎完全看不清啊。我們剛剛過了一個路口，兩台手機的規劃路線都是在馬路對面。剛剛我們走起來的時候，他們實時位置都是對的，都是在馬路右側。現在停下來又回去了。剛剛確實是對的啊，停下來怎麼回不去了呀？哎，那就這樣吧，反正兩台手機表現差不多啊。我們現在停一下，看兩台手機有沒有虛榮行走問題。這是459米，這是464米。好像是沒有啊。都不動啊。我們到下一個路口再看吧。在剛剛那段路上，兩台手機的實時位置就沒有對過呀。現在我們已經要走到下一條路了。走不走啊？你要不要調理啊？我應該不需要吧，我感覺也沒有很需要。你剛剛對了嗎？不對啊。哎，不對，你說什麼呢？連位置都不對。我靠，為什麼 OPPO 這麼亮啊？OPPO 就是亮啊。兩台手機的定位還是在對面啊，上次調了一下吧，看有沒有用啊。都調吧，都調吧。你不是說你不用調嗎？對了，對了，對了，一上來 OPPO 位置就對了。OK， 調好了呀。紅米已經完蛋了。啊，我又回去了。啊，你又回去了，你停下來啊，我們走，來。啊，對了。對了嗎 ？OPPO 對了。OK。紅米沒有變化。那調理沒有用啊。我們這些路已經快走完了，紅米剛剛終於對了一會兒，但是現在停下來之後，它又跳回去了，又失靈了啊。但是確實剛剛它是對了一下的，我們是看到了的，沒拍到而已哦。對3秒也算對哦。完了，你把我 OPPO 也帶跑偏了，我也回不來了。我們在這裡導航了39分鐘，整個導航過程中呢，是 OPPO 的表現會稍微好一點啊，尤其是最後的路程，它的實時定位都比較準一些，而且它的亮度也好一點啊。期間我們還刷了15分鐘美團，雖然它亮度很高，但是它的幀率好像最多一度只有30幀，對，非常卡啊。紅米就是它可能定位有點飄忽吧，規劃路線其實速度差不多的，就是亮度看得我很不爽啊。這 OPPO 確實亮很多。現在 OPPO 還有84的電，紅米還有86的電啊。我們現在已經使用了1小時36分鐘的手機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去廁所測一下信號。你為什麼不說去吃飯了呢？今天讓新人進去。你和新人進去？我幹。我可以不進去嗎？不可以。可以。不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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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都要進去。那你進去就可以了。他要知道流程。那你進去就可以了。我為什麼要進去呢？你要操作呀。你操作。你是我們團隊的核心。他操作可以。你是我們團隊的核心。你就不想進去？我已經進來了，我已經到這了。那我也進來了，我已經進來了，我就不進去了。那不行，那我們一起走好不好？我們一起走，好好，我一起走，我一起走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一個你的韓寶帶着。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信號非常差的廁所了啊，先來聯通打個電話。3、2、1，點。好。5、
小米直接记了，哦，它已经没有信号了。你就退赛了，小米。但是现在又显示有2个信号，但是打不出去啊。我看看啊。左边的 OPPO 短信都收到了，拉了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发消息吧。我们现在准备微信来发送表情啊，但是红米这里已经红了，发不了了，那你自己发吧。OK。哦，发的挺快的呀，这个 OPPO。你这红米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2张卡都没了？感觉它已经可以退出比赛了啊。然后现在 OPPO 是已经刷出来了它的微博。刚刚红米短暂的刷出来了一下呀，但是它现在又没信号了，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我们现在2台手机同时来刷抖音啊，这些都他们预加载的，是刷不出来新的了，都显示网络不稳定啊，2台手机。哎，哇，还是 OPPO 正胜一筹，哇，牛逼。OK， 那联通目前是小米完败啊，我们换卡吧。2台手机已经接到电信有一会儿了，现在打電話吧，3、2、1點。小米完了，完敗呀。OPPO 還是強啊。OPPO 痛了。你看2個都沒信號，我不打了。我們現在準備微信來發送表情啊，小米紅米已經紅了啊，直接退出，來吧。已經記了。直接發出來了。還有什麼山海通信是吧？還是有點東西的，比這紅米強多了。這週 OPPO 還是強啊，微博又刷新東西了，再刷一下看。我操！哇，紅米這是啥呀？啊，換抖音，換抖音。OPPO 這抖音都加載出新東西了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那在這個廁所呢，這個 OPPO 不管是聯通還是電信表現都還是不錯的啊。這個小米啊，不是這個紅米啊，應該是我們測過的所有手機裡面表現最差的吧？都不說近期了，應該就是最差的。它2張卡都幾乎是不可用的狀態，打電話都打不了。哎，就這樣吧，完敗，完敗。從廁所裡出來了，現在我們準備吃飯了，飯前還是打鏟的。沒吃飽嗎？剛剛明明是你吃的。沒有啊，我看你吃的很香啊，我餵你吃的。2台手機都是最高只能差到60幀加超輕加極高啊，就很垃圾的遊戲負載了。我剛剛發現 OPPO 這個幀率不大對呀，它的60幀只有44。OK。紅米是有60的呀。你這個怎麼辦呢？我在開着性能模式看。這電競模式沒有變化呀，44幀。怎麼辦呢？45。最高了呀。完了呀。GT 什麼呢？這是我們2台手機都是1.5K 的分辨率啊，但是這個紅米不知道是不是遊戲的問題，它看着好糊啊，感覺1080P 都沒有。這個 A6 GT 要明顯清楚一點啊。其實我上午打王者的時候，我也感覺到有一點糊了。但是你這個分辨率是不能調的呀。對啊，沒有那個設置，莫名其妙的。然後我記得我們之前那個諾克斯的 Pro 加是不是打王者有那個莫名其妙的黑色啊？對對對。然後上午我還特地看了一下，王者沒有黑色，但也挺糊的。這個金閃陽就更明顯了，感覺。哎，不好評價。這個紅米遊戲打的時候，它幀率會掉啊，就是人一多的時候啊，它最低可能到我剛剛看是34幀啊，但是它後面就會緩慢的回到50多幀，大部分時間都在50到60幀左右，比這個40多幀還是好一點。我一直都是40多幀。這菜都上齊了呀，今天，因為你第一次來，好吧？感覺怎麼樣？非常的豐盛啊，爽嗎？吃得太好了。你好假啊！我剛剛開啟性能模式之後，它最低還是掉到了30多幀啊，但是最高幀會稍微好一點。你看這裡有一個特別低的，就30多。這把遊戲打了33分鐘 ，OPPO 開不開遊戲模式都穩不住60幀。就45幀唄。這個紅米開不開遊戲模式差別也不大，反正就是人多打團的時候會需要一點幀。現在是中午的12點49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2小時22分鐘的手機了。紅米現在還有77的電。啊，77啊 ，OPPO 就有74了，崩了呀！你遊戲還沒它幀率高呢，但是你可能會糊一點。對對對，畫質會低一點。然後現在菜一上去了，我就把手機這個大師來拍成照片吧。你想聽到這句話，現在聽到了呀，現場版。哇，好爽啊！這個 OPPO 呢只有1顆鏡頭，那怎麼辦呢？它只能用1倍和2倍了。那紅米呢，是有3顆鏡頭的。那麼單個的照片，我就用它的2.5倍來拍吧。我也不知道它有沒有長焦微距啊。1倍這一張，我感覺紅米的這個要好一點啊，感覺 OPPO 這個有點像之前的紅米啊，感覺顏色比較深一點。拍2倍之前跟大家說一下，我本來想用紅米的2.5倍來拍的，但是呢，它的這個2.5倍是沒有辦法關那個軟件的微距的，我沒有找到在哪可以關呢。那我還是用它的2倍吧。從取景器上，我肯定是會選紅米的，感覺 OPPO 這個對比度太深了，紅米這個整體顯得要好看一點。我剛稍微看了一點成片啊，我覺得還是紅米的會要好看一點。吃飯時間呢，我們就看 B 站1080P 原畫畫質直播，開啟彈幕。現在是右邊的紅米要亮一點啊。
烧吧，調一下吧。感覺比如在太陽下面的話，都是紅米的亮度要高一點。我們已經吃完飯了，看了30分鐘 B 站直播。現在 OPPO 還有67的電，紅米還有71的電。OK。我們現在去地下車庫掃個碼吧。我們現在來到地下車庫了，距離這個二維碼大概有1米多。來吧，放開。右邊是紅米哦。哦，左邊的 OPPO 快一點。我們現在距離這個二維碼有4到5米的樣子啊。OPPO 它已經自動放大了。啊，來吧，3、2、1。哦，紅米也放大了，但是都掃不出來啊。看着很糊。這麼多人看着是幹嘛呢？哦，紅米先掃出來了 ，OK。其實 OPPO 放大的比較大，但是它這個奇景光看着非常糊啊，所以它識別不出來。確實。啊，大概2米的樣子吧，這中間已經差了有1米大幾了。現在我們到這個很暗的地方來掃一下二維碼，我們自己的，然後呢，左邊的是 OPPO， 右邊的是紅米啊，來吧，3、2、1走。紅米掃出來了 ，OPPO 沒有反應。這左邊感覺它根本就對不上。它為什麼就是？它完全看不到那對，個我從全景框裡面啥都看不到。哎，对，得有光才行。对，亮光才行。而且加载速度非常慢。那遠的沒必要測了吧？這個 OPPO 的掃碼是會差一點。很差很差。現在我們在打微信視頻通話，左邊是 OPPO， 它的視角廣很多呀。確實，這右邊的紅米，我跟帥哥2個人都拍不到啊。只有半張臉，好吧？對，只有半個帥哥，怎麼辦呢 ？OPPO 的美顏是比較明顯的，紅米這邊就是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了。老了50歲。對，臉上不是很好看啊，而且清晰度感覺紅米這邊也會差一點 ，OPPO 這邊會稍微好一點啊。這整體的話，那 OPPO 是絕對好很多的。哎呦，這個 OPPO 切到後置有點慢啊，感覺。後置的話就是紅米的視野範圍要廣一點了，是非常明顯的。OPPO 這邊就要近一點。清晰度上2台手機倒是沒有很大的區別，可是我覺得紅米的這個寬容度要好一點啊。這個 OPPO 這邊後面就爆得很厲害啊，那個街上都是白白的，但是這個紅米這邊就是能夠很清楚的看到路上的一些情況啊，包括後面的招牌啊。我們剛剛已經打了10分鐘微信視頻通話了，現在太陽挺大的，我們來刷5分鐘微博吧。那你們去吧，拜拜。你去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現在我們準備在大太陽底下刷5分鐘的微博啊。現在2台手機現在被傘都遮着了啊，把傘挪開，但把我人遮住好嗎？好，看他們的自動亮度啊，全都已經拉滿了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刷微博啊。一開始的亮度的話，好像是右邊的紅米要稍微高一點的啊。來吧，開刷啊。一個63的電，一個67的電。謝謝你吹我，好舒服。我不吹你了，吹我吧，有點不安全。哎呀，不要講話，不要講話。好的，朋友們，現在我們刷了大概30秒啊。這個左邊的紅米加載不出來，網絡加載失敗。左邊的 OPPO 的亮度是沒有紅米高了，但是它剛剛怎麼啊？又好了。紅米出現了加載方面的問題啊。OK。但亮度還是它會高一點啊，而且我感覺 OPPO 已經降幀率了，它已經到90幀了。現在刷大概1分鐘的樣子啊，紅米還是會流暢一點，並且亮度肉眼看也是會稍微高一點的。我感覺 OPPO 這邊的加載也變慢了。現在刷大概1分半鐘啊，2台手機的亮度差不太多了，沒有很明顯的區別了。我覺得紅米這邊可能還暗一點點了。好的，現在刷大概2分鐘啊，右邊的紅米已經60幀了，率先鎖幀了。左邊的 OPPO 大概是個90幀的樣子吧。哦，紅米還先鎖幀了，而且現在亮度是 OPPO 的更高一點啊。好的 ，OPPO 也鎖了 ，OPPO 比紅米大概晚了20秒左右吧，它也鎖了60幀了。現在2台手機全都是60幀了。我們剛剛刷了2分半鐘，而且現在 OPPO 的亮度是已經沒有紅米高了，紅米的亮度還是高一點的。以 OPPO 今天的表現來看，我強烈懷疑它會鎖到30幀，好嗎？我覺得 OPPO 已經沒有60幀了。朋友們，左邊的 OPPO 3分鐘的樣子，完全沒有右邊的紅米流暢了呀。現在 OPPO 的這個觸控也非常的不跟手了啊，感覺隔着東西在摸一樣啊，我不喜歡這種感覺。感覺 OPPO 對於這種低端機的優化還是有點差的，它對高端機也不行了。哎，你說的啊，個人言論，個人言論啊。好的，我們現在已經刷了5分鐘的微博了，在太陽底下2台手機其實都不太能看得清楚了，但是左邊的 OPPO 是非常黑的，現在這個屏幕它是沒有右邊的紅米要亮的，而且 OPPO 的這個流暢度也肯定是沒有紅米好的啊。但是我發現一個點，現在紅米是4G 網絡了，它掉了網了，而且紅米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有一次加載失敗的情況啊，OPPO 也加載會比較緩慢。我們來看一下現在亮度，OPPO 是沒有拉滿的，紅米是拉滿了的，我們把 OPPO 拉上去。哦，哇，好爽，好爽 ！OPPO 最後拉上去了之後，那是比紅米要亮一些的，但是它自己會降到一個比較低的程度啊。你要摸一下嗎，朋友？我嗎？你呀，不然呢？那我跟你應該不是朋友。那不摸，我不摸。你摸一下吧，塑料的別怕，別怕。
別怕。哇靠，烧烧的好喜歡。先摸這個吧。紅米啊。對。感覺怎麼樣？能握住嗎？哇，穩燙啊，穩燙。現在摸一下 OPPO 吧。感覺這個 OPPO 的這個邊框好像要比紅米要高一些。就還要燙一點是吧？對，還要燙一點。然後這個鏡頭也很燙啊。OK。趕緊散熱吧，散熱吧。所以我們給這2台手機散一下熱啊。哎。現在感覺應該有37度了，體感應該40度啊，非常的熱。現在確實37度。看了一下，說不定今年的夏天就剩這麼2天了，可能就要過去了。看後面都是20-30度啊。30度也不算夏天唄。其實早就不是夏天了，立秋8月份。但是湖南這邊可能等到10月份才開始降溫嘛。作為一個北方人來說，感覺南方這個悶濕的天氣還是……你北方哪裡的？釜山人是吧？北方釜山人。仁川人。好的，我們已經給2台手机散完熱了，現在呢要開始錄像了。今天拍誰呢？拍帥哥，好吧，我们今天拍帥哥。是這樣的，2台手機最高呢只能4K 30幀啊，我們就拍4K 30幀了，來吧。這2台手機現在的亮度是左邊的 OPPO 要稍微高一點啊。我現在慢慢的向帥哥走過去啊。從取景器上，我感覺 OPPO 是要抖一點的，好吧？哎呀，是真的好像啊！我之前看你照片的時候，我覺得沒那麼像呢。從取景器上，我感覺顏色的話是紅米的會相對來說準確一點啊，感覺 OPPO 這邊是有點豔的。2個手機的美顏效果感覺都有一點吧，然後不是特別的明顯啊，都還可以。我現在慢慢轉圈。哎 ，OPPO 這個取景器真的好卡，它是會有那種果凍感的頓挫的。對，很有可能。我現在是在慢慢轉圈啊。OK， 今天腳有點痛啊，受了個傷，把這個水泡擠了，我就跑得稍微慢一點啊。我現在向他跑過去啊。哎，好。我感覺2個手機它都有一點那種取景器延遲的感覺，你們能夠明白嗎？就覺得他們不是特別的流暢啊。OPPO 的就更卡一點。我現在跑着轉圈吧。你倒是真的就站着不動了呀，完全不動了呀，乖巧啊，乖巧，繃不住了。我覺得紅米的這個背景虛化效果要稍微好一點啊。我拍拍你吧，還是從取景器上看的話，是紅米的會比較真實一點啊。韓寶呢？他今天就偷懶了。朋友們，我們準備拍前置啊，前置錄像，但是呢，非常抽象這2台手機。左邊的 OPPO 呢，最高是4K 30，但它往下一檔就是 1080P 30，它不能調60幀啊。然後紅米這邊最高就是 1080P 60幀，所以綜合來看的話，我們好像只能拍 1080P 30幀啊，這個就太抽象了，那沒辦法了，那 1080P 30幀吧。接下來來錄前置視頻啊，首先這個亮度就是 OPPO 要亮很多啊，而且它也廣一點。為什麼紅米拍的就取景框看着好綠哦？我感覺我去世了。真的就感覺左邊活人感要重一點啊，右邊感覺怎麼說呢，像僵屍啊，綠毛僵屍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走起來吧，1080P 30幀，太難受了。1080防抖也不用看了呀，就那樣了。哎，確實這個 OPPO 看着自然很多啊，這個前置拍的確實。我們再往這個太陽裡面走一下吧，好，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眩光啊，繞一下，轉一下，轉一下。你有看見什麼嗎？啊，2台手機都沒有什麼奇怪的眩光。都沒有啊，正常的。OK， 我們就拍1分鐘的樣子吧。我們現在準備來拍一下前置的人像照片啊。這現在是人像模式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是左邊的 OPPO 的廣度要廣一點啊，他們都不能選。來，我們就默認的3、2、1笑，歡迎加入偉人陣營啊。剛剛我們是背對着太陽的，現在我們面對太陽來一張，好曬。來，3、2、1，我們再切換到前置的拍照模式啊。前置的拍照模式呢，紅米就識別到我們是很多人了，它就給它擴大了啊，現在是0.8倍了。但是 OPPO 這邊就跟人像沒有什麼區別啊。我們現在逆光再來一張啊，還是他們的前置的拍照模式，3、2、1笑。我們接下來再拍後置的人像，後置人像就拍小寶了，好吧？來，是這樣的 ，OPPO 呢，人像是1倍和2倍啊，紅米是1倍、2倍、2.5倍。那我紅米就拍1倍和2.5倍吧啊。它畢竟是有硬件的嘛。現在這個取景器是 OPPO 的，明顯要亮一點，但是 OPPO 呢是感覺糊一點的。背景的實時虛化是這個 OPPO 要好一點的。紅米這裡應該就切換到它的後置的那顆長焦鏡頭了。但是到了這個長焦的焦段的話，紅米它的背景虛化就會比 OPPO 的要明顯一些了。現在太陽在這個位置啊，
我们再来拍一下人像啊，还是好，3、2、1。这个红米啊，它的那个2.5倍，我觉得它的取景器是没有 OPPO 的这个2倍要清楚的。今天来拍一下他们的人像一家3口啊。它屏幕上提示我要你们移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站紧一点。哎呀，怎么左拥右抱啊你？你这个手好像不太对呀。对，左拥右抱啊。红米还是用那个2.5倍啊。哎，你怎么又不抱了？好奇怪的画面哦，朋友们。艰难的抉擇啊！你为什么要到我边上来啊？不是在你边上吗？什么叫在我边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够了吧？来，我们现在来普通的拍照啊。这个 OPPO 只有1顆鏡頭，很煩。紅米是有3顆的，就用他們的那個焦段吧。哎呀，就是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。像它缺失的焦段，長焦還可以補一下超廣角，就賠一張嘛。那沒辦法了。為什麼賣同樣的價格，這個拍照可以差這麼多的啊？這個硬件為什麼可以差這麼多？你告訴我一下。它亮啊，它亮，但是只有個亮的唄。但是取景框確實 OPPO 要亮蠻多，但是 OPPO 這個取景框裡面顯得這個天空特別的藍啊，紅米就直接不拍2倍了，拍2.5倍了。可是紅米的這個2.5倍應該是沒有光學防抖的，我感覺好抖啊，還是有長焦的硬件會明顯好一點的。但是紅米的這個好抖啊 ，OPPO 最多就拖到10倍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個是 OPPO 的取景器啊，左邊的。然後你看紅米這個10倍，它那個細微的抖動是明顯要多一些的，但是清晰度那肯定是紅米高一些了。這個10倍紅米還挺可用的嘞，這個10倍差距太大了。我們再拍一下這邊的一些樓啊、天空的啊。沒有超廣角就不拍超廣角的。紅米雖然有超廣角，但也就那樣了啊。取景器的清晰度和流暢度，那確實是 OPPO 要好一點啊。紅米也跟一個這個2倍吧，看它2倍這個裁切怎麼樣。沒有2.5倍了，我這就直接搭到5倍了。紅米這個長焦是真的抖，但是它有長焦的硬件，那就會好很多了。紅米是可以拖到30倍啊，那我紅米拖到30倍吧，OPPO 也賠一張10倍吧，就只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區別啊，雖然有點不公平啊，但是還是拍一下遠處吧。2倍開始啊，紅米2倍我就不拍了，我就用那個2.5倍了。取景器的體驗確實還是 OPPO 的好一點，但是這個成片的話，畢竟硬件有一個碾壓的態勢在這兒的。紅米就是太抖了，它這個長焦是沒有光學防抖的。最後一張就紅米拉到30，OPPO 拉到10吧，因為它最高也就到10了。紅米這個30倍還是能看的。哎，今年那個真我15是不是沒有長焦了？那現在紅米這個感覺是獨一檔了呀。我們還拍一下這個葉子吧。哎呦，葉子都變黃了。就開始結果了呀，還有一個這種太陽下面的。說顏色的真實性的話，紅米這個在取景框上顏色是比較真實的，感覺 OPPO 的有點太豔了。一幕就吃下午茶，中午沒吃飽，又去廁所幹飯了。然後現在是下午的2點41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3小時45分鐘手機了。紅米還有61的電，OPPO 呢還有58的電啊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刷一會兒新流吧，坐地鐵去往南門口。現在2台手機我們還是要給他們散下熱的呀，剛剛拍完照是有一點溫度的，但是呢，他們都沒有很明顯的那種降亮度吧。OPPO 亮度要高一點，怎麼樣感覺？非常的熱啊，體感大概40。感覺我的汗應該凝聚下來，應該可以會一瓶了。這個抖音太色情了。嗯？不想刷了都。看一下，哎，你看他們兩個天天就看這種東西，你怎麼辦呢？太欲了吧！刷了10分鐘抖音，現在換小紅書了。看你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們已經刷完10分鐘小紅書了，現在在刷淘寶。看到你們淘寶很久都沒有什麼好東西了。我們乘坐地鐵期間一共刷了35分鐘信息流，現在 OPPO 只有51的電了。紅米還有55啊，現在下午的3點32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4小時21分鐘手機了，差不多用了一半了，我換換機吧。你最喜歡的部分來了呀。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使用百度地圖步行軌跡之路，穿一下南門口的巷子，走吧。我感覺紅米的震動明顯好很多。他說你比較會震動一點。你幹什麼？怎麼還是這麼髒啊？你第一次見他是吧？你之前只在視頻裡面見過啊？我們好像沒有必要進去吧？他們反正要出來的。封路了這裡。怎麼說啊？能走嗎？我等會兒不是也是走進來了嗎？我等會兒受傷了算重傷啊。我已經受傷了呀。我剛剛真的要吐了，朋友們，沒有吐了嗎？沒有啊。好惡心啊！那個味道你沒聞到嗎？你已經習慣了聞魚腥味了吧？每天。走了900多米，14分鐘。先看看2台手機起點，右邊還是紅米。啊，紅米這個起點就拉了一大坨，好嗎？直接大馬路上了。大馬路上了呀。這個都挺差的吧？OPPO 會稍微好一點點吧。它顯示我們在地鐵站裡面啊，但實際上是在地鐵站上面的。對。但是紅米這個是更不對的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這個地方為什麼折了一下？
是什麼意思啊？它这裡就還相對來說後面好一點了，但也都不在路上。對，韓國大叔，我也看到了，韓國大叔。我們在這裡停了一下買着水，但是也沒有折返呢。沒有折返。你這個也是一坨呀？我操，不是，我在幹嘛啊？怎麼停在那裡買水呀？這兩個都是一坨。我是站在那沒動的，這裡怎麼自己在那走啊？怪不得我比你多走了100米啊！雖然我們是靠近道路下面走的，但是也沒有走到樓裡面去吧？然後你這邊就往上了呀？嗯。這兩個的話，還是 OPPO 的會相對來說準一點啊。然後這個回頭路的形狀也非常明顯，是 OPPO 這邊要準一點的啊。但是其實都不算好的。再往後的話，你這個 OPPO 怎麼就往上了呢？這不太對啊。紅米這裡會相對來說好一點。我們都是沿着很下面走的。對对对，都不太行。這個 OPPO 就靠上了啊。OPPO 你這裡直接就沒有了。對啊，就直接橫過來往上走了，這個太恐怖了。紅米還是會有一點點的，這個小路折的，我感覺紅米好像好一點，曲線是比較正常的啊。再往後2棟樓之間，又完蛋，又全偏上了啊。那 OPPO 差一點 ，OPPO 直接到69棟這裡去了。實際上我們是在這個位置的啊，對，這個地方的。這個紅米還是會稍微好一點啊。哦，到這一塊的話就是 OPPO 的會稍微好一點，你這裡就感覺差一點點。都是沿着下面走的，OPPO 就不行了。會差一點的，紅米是會好一點的啊。啊，這個你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什麼？你這個是個什麼圈？一個凸起啊？什麼意思？一個迷之凸起？繞着轉盤是吧？你這邊就是非常正常的，紅米這邊 OK 的。沿着道路上走。哎呀，你這個是什麼？你這個是什麼？歪歪扭扭的這個 OPPO。你這個是什麼？不知道在幹嘛。哇，紅米雖然也沒有在路上，但是明顯這個軌跡是會比 OPPO 這邊要正常多了的。那就這兩台手機都不是很好吧？半斤八兩嘛，都挺差的其實。對，都不算很好。怎麼到你手上就不行了呢？那我怎麼知道？上午在他手上不是導航好一點嗎？肯定是你人的問題。你的問題吧。現在 OPPO 還有49的電，他回避這個問題。紅米是51的電呢。現在我們2台手機就用高德地圖车載導航去河西吧，途中會進入隧道，重點着重在隧道裡面的導航表現。河西吧。我們已經上車了，2台手機路線是一樣的，但是左邊的 OPPO 它沒有車道級導航啊。我們已經重啟過了啊，這個軟件重啟了之後，車道級導航打開了，它也是沒有的。很尷尬了呀，這兩個手機一樣的錢。現在紅米的定位是比較準的，我們就是在它的車道上。我們要在這裡左轉，看誰更準一點。哦，這轉了。其實 OPPO 那邊感覺反應還快一點，但是它沒有車道級導航。我們現在要右轉看一下。耶，這啊？是那3級的建築，那個建築嚇我一跳。啊，這一側是紅米會稍微快一點點啊。現在拐個彎就要進到隧道了。這個隧道裡面2台手機的亮度都有所下降，但紅米還是更亮一點的。其實現在這個隧道裡面的話 ，OPPO 那個亮度是比較好一點的。他們倆車速有點差異了。完了，紅米車速沒了，都沒了，都沒了。我們要在弧線上面行駛了。紅米還是比較準的 ，OPPO 感覺還可以吧，也還可以，只是我們看不太出來呀。应该也是準的，畢竟他們這個進度是差不多的。對，我們現在即將要進入到岔路口了。好的，我們現在進來了，看2台手機。後面有一點往右的趨勢，過來了。2台手機都還可以吧，還沒有速度，我們已經要出隧道了，可以看到光已經照進來了。紅米先有速度了，都有了。都有了。我們導航15分鐘終於到目的地了，2台手機表現都沒什麼問題，但是 OPPO 沒有車道級導航，對，感覺2000多點這個價位不應該啊，完全不像這個價位的機器啊。現在 OPPO 還有46的電，紅米還有49的電，現在是下午的4點16分，我們用了4小時58分鐘手機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用支付寶掃了共享單車的2維碼吧。朋友們，帥哥區開大了，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在這放視頻啊，快點放我們自己的視頻。好的，我們剛剛已經放完了20分鐘的 B 站4K 60帧的視頻了。現在 OPPO 還剩43%的電，紅米還剩46%的電。我們現在來掃2維碼，支付寶3、2、1共享單車走。左邊是 OPPO， 差不多這個速度。我們已經進到樹葉沙煙草裡面了，現在已經拍完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，準備上傳了。現在左邊的 OPPO 呢，5G 網自動亮度我們已經開關過了，紅米呢4G 網 OK。21點。OPPO 這一次是沒有導出的，同時拍完的。它切到4G 了，這個 OPPO。紅米現在就還在瘋狂糾結的導出中啊。你幹嘛呀？你在？點喝的。你為什麼還在點呢？點的時候這個電自取打烊了，我要花3倍的價格來點。
刚刚不是說不喝了嗎？不是说不喝了嗎？你管我？你有錢是吧？我們聊了這麼久啊，這個紅米還沒有倒。OPPO 呢發了1/4了 ，OK， 紅米倒完了。紅米好像倒完之後，這個速度發的是挺快的，OPPO 突然加速了，它現在是5G 网突然加速了，它要發完了。好的，現在左邊的 OPPO 發完了啊，它後面到5G 網其實也是有速度的。紅米這邊也發的挺多了，因為它倒了非常久，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它的速度不是很好，它這個圖也是剛剛才出來的。現在我們準備下載一個300兆的視頻素材，可以看到的是這個屏幕亮度是右邊的紅米會要亮一點啊。而且現在的 OPPO 是4G 了，紅米是5G 啊，来吧，2、1點，紅米這個5G 有1兆左右，降下來了，哇 ，OPPO 這邊100多 K， 紅米沒有速度了，但是把廣告加載出來了，然後網被廣告搶了，現在廣告出來了就變快了。紅米可以的，我相信紅米。兩台手機但是速度都不是很快了，雖然紅米一直是5G，但是這個速度非常不穩定啊。OPPO 這個4G 就是穩定的慢。這個電是不是冰塊或者水果用光了？我訂單被取消了。我不點了，我不喝了。就是不讓你喝唄。什麼？还花了我自己錢啊？什麼？尷尬的摳頭是嗎？摳到殼啊！你最喜歡的陳半山茶花。朋友們，這兩台手機呢交替領先啊！現在 OPPO 呢又會比小米要快了，紅米啊，它現在可以到2、3兆了。下載進度差不太多了，現在啊，但是都挺慢的了。我們下了好久了啊，經過漫長的等待 ，OPPO 好像是要先下完了啊。看反超了呀！啊 ，OPPO 已經下完了，看紅米，哦，紅米速度也挺快的了。因為 OPPO 不搶它的網。哦，紅米也就慢了不到10秒鐘啊，但是兩台手機的整體速度都是挺慢的。怎麼說啊？被逮捕了？被逮捕了？啊，逮捕不了我一點。你怎麼被逮捕了？你很尷尬。很尷尬。離線玩家。哦，對，有離線了。好像是有朋友認識我們，在中山大學學生嗎？湖大的。好像沒關注，sorry。他認識我們，但是沒有關注啊。現場關注一波是吧？好。你在笑什麼？你躲在這個角度裡面笑，你在笑什麼東西？沒笑啊！你猜一下誰厲害一點？感覺這兩個手機。哪兩部？紅米 Note 15 Pro 加和 OPPO A6 GT。OPPO 厉害一點，現在我是米黑，為什麼？你覺得 OPPO 厲害一點？那個米黑呢？你用的不是小米嗎？我是米黑，你用的小米為什麼是米黑？現在熱了一逼，我靠！好吧，來說吧。現在我們準備來打王者要10v10啊！第一把呢，我們就用均衡模式，然後他们畫質最高呢，還是只能開90加上4高啊！你會不會開始就變得就沉默寡言在這裡啊？被逮捕了。點的這兩台手機還挺抽象的，一個開不了最高畫質，一個開不了120幀，所以就兩個結合就最差了，90加4高。今天 OPPO 還真的就是X70那個水平了，可能還不如呢。是的。這把遊戲打了9分多鐘啊，兩台手機的幀率都沒有任何問題，但是我這個 OPPO 它的網絡是有點波動的，會出現了很多次黃色甚至紅色。紅米的網絡也沒什麼問題啊，幀率就狠狠的90，打團偶爾會80上下。進入到終局之戰了，看看幀率呢是多少啊？你剛剛幀率最低到多少啊？剛剛最低有70，現在還比較穩，還是90啊。你的 OPPO 呢 ？OPPO 也是70。我現在是90，他現在90啊，怎麼沉默了呀？72、81。OK， 81、70，最低70。70啊，我死了就是90了。而且我們今天用了一天，發現這個紅米啊，它這個屏幕你從側面看，它衰減不是很明顯的。對，但是 OPPO 這個衰減非常的明顯。剛 OPPO 打斷人特別多的時候，直接掉到63幀啊，而且網絡也有一點點卡。這個紅米真的一點事情都沒有嗎？打團70倍最低，你感覺它的那個清晰度是沒有那麼高的，是吧？我發現不僅是在遊戲裡面啊，包括這個遊戲大廳這個地方，那個紅米看的也是糊一點了。我們剛剛已經截圖了，到時候放個圖片大家仔細看一下啊。不知道這個截圖能不能看出來啊？但是我們肉眼確實這個紅米是要糊很多的。它的精顯也糊很多啊，我們上午打遊戲的時候就看出來了。還是它那個遊戲渲染的那個分辨率是比較低的。那麼第二把呢，我們就開啟，我操，我怎麼是性能模式？打低吧。上把是什麼模式啊？均衡模式啊。
我这是性能模式啊。那么第二把实为时呢，我们是准备打開性能模式，然後我發現，哎，我這 OPPO 本來開的就是性能模式啊，也就是說上把我 OPPO 在開啟了性能模式的情況下，表現還沒有紅米好。那麼第二把呢，我們就繼續開性能模式，然後我這個 OPPO 呢就開120幀加次高的畫質，紅米開90加最高的畫質。那我還是先不開性能模式吧。你為什麼啊？好，上午就很囂張，現在就故意的是吧？那我先看，那我可以看均衡嗎？你在黑 OPPO， 那我看均衡。你在黑 OPPO。上午 OPPO 表現本來就沒有紅米好。你心還在小米嘛？對啊，這個 OPPO 現在開的是均衡模式，因為我想看它均衡模式能不能穩住。然後這裡面設置的是120幀極高的幀率，但是進遊戲已經快2分鐘了，它一直是90幀。OK， 那我現在就把性能模式打開啊，事實證明它的均衡模式就是不行。紅米還可以啊，現在還是90幀啊，偶爾會到87、8左右，我還是均衡模式啊。OK， 這個 OPPO 開啟了性能模式之後，已經等了好久了，它還是90幀啊，並且它觸控我感覺有點問題啊，卡卡的，就不是很跟手。我現在打團最近那種60、70啊，現在人好多。65幀、68幀，我覺得你也得開了。我打完團看看還是不是這個幀數吧。一般般。我遠離人群就沒問題了。一般般。OPPO 已經把殼摘了玩一會兒了，沒有任何改善啊，最高93幀。紅米還行吧，就打團最近能到60多。你還是均衡模式是吧？還是均衡模式，但是這把延遲好像會高一點，經常會到70、80，所以會有點不跟手。你呢？我性能模式啊沒救了。你跟手嗎？一點都不跟手，玩得非常難受。這把遊戲打了9分鐘了，這個紅米就是打團的時候穩住90，沒人的時候也是90。我現在在開性能模式看看吧，看看開了之後打團能不能穩住啊。第二把實為時呢，我們打了快12分鐘。這個 OPPO 不管是均衡模式還是性能模式，即使在開120幀的情況下，它也只是90幀啊，並且在打激烈的團戰的時候，它會降到60幀左右，然後它是一直非常不跟手，然後右上角一直是70左右的網絡延遲，玩得非常難受。紅米無論是遊戲模式還是均衡模式，它打團都是穩不住90幀的，而且我插了遊戲模式之後，它的網絡還有點問題。現在紅米還有33的電，現在是下午的5點44分，我們用了6小時15分鐘手機了。OPPO 還有30的電啊。OK， 那今天的流程基本都走完了，我們再打個15分鐘微信視頻通話吧，湊着6個半小時。6個半小時吧，打20分鐘吧，6小時35嘛。行吧，那我們打視頻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現在是下午的6點11分，我們今天用了6小時36分鐘手機，紅米還剩29的電，OPPO 還有27。剛剛我們是打了20分鐘的微信視頻通話呀。現在我們先來總結一下這一天的表現吧。紅米最主要差的地方，一個是它廁所裡面實在是沒有一點信號，電話打不出去，消息也發不出去。再就是它的屏幕亮度非常差，就特別暗，基本就看不清狀態。其實室內表現紅米還行，在室外大太陽的情況下它就不行了，那個亮度很不堅挺啊，包括拍攝的時候就老毛病嘛。它的性能表現就是那樣了，畢竟這個處理器就不大行嘛，王者也開不到最高的畫質。打開遊戲模式之後，也是祖傳的網絡會變差，但是它的性能釋放是要比 OPPO 要更加激進的啊。這個 OPPO 是真的穩不住那個幀率啊，不管是均衡模式還是性能模式。但是它 OPPO 它這個畫面還是比較正常的，那個紅米 Note 15 Pro 加不知道什麼情況，就是不管是王者還是金鏟鏟，就看着畫面有點糊糊的，不知道為啥。這兩台手機的導航表現就都那樣吧。紅米的照的地圖是有車道級導航的，但是 OPPO 就是沒有。作為一個快2000塊錢的手機都沒有這個功能，有點太不應該了啊！他們倆的步行軌跡也是我們測的偏差的一類的。但是高德地圖步行導航呢，是 OPPO 的表現稍微好一點點啊。那個紅米就是定位可能會有點飄。他們倆在邊用高德地圖邊刷美團的時候，都出現了很大面積的加載情況。但我覺得 OPPO 是更嚴重的。OPPO 太卡了。OPPO 雖然那個時候屏幕亮度很亮。但是它不僅加載慢，而且可能只有30幀，太低了，太卡了。它是一個很典型的保亮度就不轉幀率的情況。我覺得你要買 OPPO 就不如去買我們之前測的 X70和 vivo Y500啊，續航也比較好。我們這個總結完之後呢，還會去幹一些項目啊。但是經過這6個半小時的使用來說，這兩台手機呢，其實都不是很推薦。如果硬要選的話，你就去買紅米吧。我感覺綠廠對於這個計算器的優化，就是感覺有點在亂搞。它這個刷抖音也非常差，就很容易出現那種黑屏的情況。太卡了，就整個手機非常卡。我再聊一下他們的這個攝像頭的表現啊，這個紅米呢，硬件就好很多了，主長廣全都有。OPPO 同價位只給了1顆啊，它還另一顆是湊數的啊，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手機一模一樣的價格，1899，只給1顆鏡頭。
你真的要拍照或者什麼的話，你去買真我，你去買愛酷 Z10 Turbo 那種機器，那都是一定會比這個 A6 GT 要好的。今天用起來就不知道這個 A6 GT 機器在哪裡，好吧？雖然它拍照差，但是它也不 GT， 好吧？它的性能釋放也不行。對，都具體在亮度上。紅米的拍照可以說一下，它那個2.5倍其實還可以了，它沒有光學防抖，但是你拉長了之後，其實也還是可用的。只是他們的前置就有點奇怪了。這個 OPPO 呢，4K 可以30帧，但是它就是不能60帧。這個紅米呢，不能4K，但是可以1080P60帧，所以導致我們最後面就拍了1080P 30帧。非常的惡心啊！前置的話呢，肯定還是 OPPO 的會稍微好一點啊。它首先視野會廣一點，包括在微信視頻通話的時候。雖然說我們今天亮屏的6個小時35分鐘，兩台手機都還剩20多的電量，它王者跟金展開的負載都非常低，然後呢亮度也不是很高，所以就續航也就那樣，好吧？我是覺得你要是对系統的流暢度啊，或者性能沒有很高的要求啊，紅米這台其實是可以買的。包括你可能對拍照有點要求，那確實這一台還可以選擇吧。但是 OPPO 那個就真的完全別買了。帥哥有話說嗎？帥哥？沒有話說，但是感覺非常的爽，在這個行程。爽是吧？爽在哪？那下次因為看到你了，爽在哪？那下次我不出來了，你出來吧。那不行，那他就不爽了呀，怎麼辦呢？那就不爽。好了，那麼待会儿呢，我們還會去進行一些項目啊，盡量把他們的店給耗完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呢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啊！更多精彩視頻，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。哎，給他說 online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刚刚看了25分鐘的金鏟鏟回放，現在紅米還有22的電 ，OPPO 還有21的電，差距又縮小了。我們就在車上幹點啥呢？現在我們把我們今天拍的照片、視頻傳到我們的 NAS 上吧。OK。當然，我們上傳那些視頻花了10分鐘啊。現在我們在看 B 站的1080P 原畫直播。你上面那台手機給我調亮一點，那個是誰？小米嗎？紅米。紅米 OK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已經看了35分鐘的直播了。來，我們來看一下，上面這台是 OPPO 啊。對。好，我們看一下它現在有多少電？14的電。啊，14的電。像這台是小米，還有紅米，還有也是14啊，都是14。那我們現在就退出吧，祝我們準備拍拍夜景了。我們剛剛拍照和錄像一共進行了10分鐘哈。這個 OPPO 呢還有12%，小米還有11%，紅米11%。好的，那我們就回家了，上去了。OK， 我們已經回到家裡了啊。這2個手機呢，我們就還是用他們的流量啊來看直播。現在是使用了8小時6分鐘了。然後我們到時候等這2個手機都沒電了，我們再把它充開機，看一下它們亮屏時間是多長，就能知道它們最後是多久沒電了啊。好的，朋友們，現在這個左邊的 OPPO 啊，它剩餘電量2%，要我立即連接充電器啊，知道啦。現在是用了8小時58分啊，紅米還有3%的電啊，那我們再繼續放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現在是晚上的8點52分啊。這個 OPPO 是徹底沒有電了呀，它剛剛突然震動了一下，徹底沒有了啊，已經開不了機了這個 OPPO。然後紅米呢，此時也說要進入極限續航模式了，大家看到了嗎？那就是也差不多要沒電了啊。那行吧，那今天就到此為止。我看一下，推遲會直接關機了。好，那我們現在給這個紅米插上電，看它亮屏了多久，來吧。OK， 我們已經給這個紅米充開機了。我們來看一下它今天的使用時間啊。9小時7分鐘進入超級省電模式了 ，OPPO 就是9小時7分鐘了，最終它已經完全沒有電了啊。然後我是剛給它充的電，你看現在2%啊。那其實2台手機的續航就沒有特別大的差別了吧 ？OK， 那本期視頻就到此結束了，拜拜。